八道灵魂力量的波动极为的汹涌，在祖龙墓中如带起8股漆黑如墨的黑光，紧随着萧炎那收回的灵魂力量直接压迫了过来。萧炎根本来不及防御，那8道灵魂力量的波动瞬间便是冲进他的灵魂识海，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在萧炎的灵魂识海中，携带在其中那8道灵魂力量直接轰击在其识海，感到头痛欲裂的萧炎撕心裂肺的吼叫出来。他双手紧抱着头，抽搐着身子高高跳起，在空中翻腾了几圈，又重重摔倒在地，发出的阵阵声响震的祖龙墓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萧炎虽然外表看似文静，但骨子里却有着绝不低头的血性，即便在战斗时挨上几刀，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而现在他整个人却近乎直接失态，可想而知祖龙墓中的灵魂识海受到的冲击是有多么的恐怖。尽管他拼命地调动自身的强大灵魂力量去抵御，可是他那主境的灵魂力量掀起的就如大海里翻滚的巨浪，但面对8道同样也是主境灵魂波动的力量冲击，巨浪也只能在礁石上拍成壮烈的飞花碎玉。虽然无比的壮观，可是那却是无比的痛苦。在这8道灵魂之中，这里任何一道灵魂印记的灵魂力量都足够让萧炎头痛欲裂，更何况是足足的8道灵魂。抵御无果的萧炎在地上翻滚着，这一刻他只觉得有无数把锉刀在他的灵魂识海中不断切割，仿佛就要错开他的头骨，切开他的大脑一般。鲜血不断从萧炎的五官涌出，仿如7条奔腾不止的血色河流，顺着他的脸颊流淌而下，浸透了他的衣裳。鲜血还在不断的流淌出来，带着不甘不愿的一直怒吼声，还在祖龙墓中回荡着。就在萧炎的双手有些无力地摊开时，一道轻轻的叹息之声便是从他体内的深处传出，一阵极其轻柔但带着不可违抗其意志的神魂力量扫过，瞬间将萧炎灵魂识海中的那8道强大的灵魂波动彻底的被抹灭。你小子真是好大的胆量，竟然敢一次招惹8道与你同样的主境灵魂冲击。这是在萧炎体内的焚老声音。萧炎挣扎着单手支撑坐了起来，先是用沾满鲜血的手往嘴里服下了一颗高阶仙品丹药，然后用力咽下之后才喘了一口气道：焚老，多谢出手，我也不想去招惹如此多的强大灵魂印记，只是这地方实在是太诡异了，诡异的让人心慌。你小子可不像是会心慌的人啊。焚老的话中带着一丝戏谑的味道。焚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好吧，这一次我承认自己有些冲动了，不过谁会想到在这黑暗中竟然连灵魂印记的光芒都能给吸收，我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些灵魂印记。萧炎苦着一张脸说道，轻瞥了一眼身上已经被鲜血浸透的衣裳，心中阵阵后怕。要不是刚刚焚老出手，怕是萧炎将会被那8道灵魂力量活活的给碾压致死。所以说有时候灵魂的力量与攻击可比一些在神之力量上的攻击更加的猛烈与无助无解，除非自身的灵魂力量非常强大，才能不受危险。这一次萧炎进入祖龙墓之中，便是想让自己停滞很久一段时间的主境灵魂突破到灵魂修为的最高境界神境。有这么邪门吗？焚老也是一脸狐疑，然后便是用他那超越神境灵魂的神魂力量扫荡四周，片刻之后他便是诧异起来道，竟然是这些材料，难怪，想不到竟是极其罕见的奇石。什么奇石？萧炎有些不解焚老所说，这种罕见的奇石数量极少，没想到祖龙族内竟有这么多，而且还用来建成了一座如此巨大的祖龙墓，来封存历代祖龙先祖的灵魂。焚老对祖龙族的大手笔也禁不住的啧啧直叹。只不过很多神奇都只知道此奇石对灵魂有着的保存有所裨益，恐怕却不知道此奇石的另一个妙用之处。焚老别卖关子，快说说究竟这另一个妙用之处是什么？萧炎感受到刚刚被自己服下的仙品高阶丹药的药效在体内带起阵阵热流的同时，听闻焚老此言，他的眼眸中立即闪掠过一道白色的火焰。那就是此奇石一旦形成封闭，内部就会有种脉动，能与人体的心脏跳动频率极为的接近，非常容易让人心生烦躁。焚老笑了笑，继续说道，而且这祖龙墓的地面和墙身都涂了一种神奇的涂料，可以吸收绝大部分的光线，所以此地才会变得如此黑暗。原来如此。萧炎听完焚老的解释，也是一脸恍然过来，但疑惑也是随之变得更浓。那为何刚刚祖龙族的神斩前辈没有告知我此事？莫非神斩前辈另有所谋不成？你小子运气倒是极佳，居然能够获得祖龙血脉传承，又获得进入祖龙先祖的祖龙墓，这一系列的资源可谓是可遇不可求。焚老调侃了一下萧炎，然后正色道，你小子也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一次祖龙族能有这番决定，不只是你救了他们祖龙族的这一次危机，他们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你在这里获得灵魂的突破，将万兽之心的那道隐患给解决掉，以为那万兽之心才是祖龙族的命脉所在。如果一旦万兽之心被那道神火给彻底的吞噬，那么这些祖龙族的神兽怕是无一例外的实力大跌，没有了万兽之心的兽心本源维持，他们的神兽体质修为都会大幅下跌，到时候不要说穷奇一族能够轻易将祖龙族全部灭族，就连其他一些神兽势力也能够轻易的做到剿灭祖龙族，这才是他们目前的目的。
怎么可能另有什么图谋呢？何况如果祖龙族的神斩有什么企图的话，他那半步四重天位神踩死你小子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还会用得着玩这种小把戏？就算你有猪龙剑可以压制他们的神兽血脉，可是依旧无法让你占取上风。他们的血脉被压制后，只能对同境界的对手得到优势，而你只是序列神，你觉得一名天位神再怎么被血脉压制，也不可能被序列神击杀。这就是天位神的强大与恐怖。不瞒你说，很多第一序列神巅峰的神奇一般都在突破天位神之时，就算天赋不错的神奇都会夭折。毕竟如果自身的灵魂无法得到神界天位的认可，则是会永远的止步于此。所以我估计就连祖龙族的这些神斩或者是祖龙都未必知道这些其实有这等功效，毕竟这其中的妙用之法本就不会有很多神奇知晓。冯老所言有理，所言有理。萧炎尴尬地笑了笑，为自己刚才的多心感到有些惭愧，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好小子，别想那么多了，好好把握这次机缘吧。如今你的实力还在第3序列神停留了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的灵魂力量再不冲突神境，怕是日后就算得到神火也无法让你突破天位神。毕竟想要突破天位神，就需要让自身的灵魂达到神境，才能有资格被神界天位认可的机会。冯老丢下这句话之后，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便没了任何的声息。冯老跑得倒挺快，我还有好多问题都没问明白呢，就开溜了。萧炎也是故作不满地嘀咕了几句，其实心里对冯老则是感激无比。刚刚要不是冯老出手，自己的灵魂石海怕是早已经被那8道灵魂力量的所重创了。片刻之后，萧炎重新盯着黝黑的空间，他的眉头也是皱了起来。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没有敌人，却比有敌人时还要更加危险的地方，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都是这些奇石的缘故，影响到我的情绪。萧炎暗暗思索间，他的心神又有了躁动迹象，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在这没有尽头的黑暗中，令人滋生心烦的奇石建筑，又看不见漂浮在其中的灵魂印记，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萧炎举步维艰，生怕一个不小心再次招惹到那些隐藏在四周的强大灵魂印记。看来想要突破神境灵魂，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就连萧炎这等无比冷静之人，都在这奇石的影响下变得异常的心烦意乱。而祖龙墓之外的世界，已经从阳光明媚变成了夜黑风高。守候在祖龙墓外的众多祖龙族神兽，其表情也是露出一丝担忧之色。而身处祖龙墓之中的萧炎，却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时间。在这里只有无尽的黑暗，单调的让人近乎发疯。如此，萧炎在里面又漫无目的的摸索了好几天。这一次没有像之前那般莽撞，不然再激活受到强大的灵魂力量，怕是连萧炎都要彻底完蛋。所以这几天下来，依旧是没能找到灵魂印记，也搞不清楚自己具体在祖龙墓的大致什么位置。而且他还不敢休息，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灵魂印记对他发出攻击，所以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几乎快要将萧炎折磨的精神崩溃。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该想个办法了。萧炎的双手交叉相握，2个食指竖起，顶在鼻梁两侧思索起来。眸子深处白色的幻虚神火映射在食指上，闪着一丝白色的光泽。萧炎将手挪开，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指，若有所思起来。随后他突然发现，随着他的眸子越来越亮，那一丝白色的光泽也越来越亮。这里的地面和墙面会吸收光线，所以才会有这般深邃的黑暗。但如果是一直燃烧的火焰呢？萧炎的嘴角开始浮现淡淡的笑意。如果所料不错的话，那这里就没有太大的难度了。萧炎的眼珠子转了转，白色的幻虚神火从身上几乎每一寸表皮上渗透而出的燃烧了起来。萧炎的周围豁然一亮，视野之所及立刻扩张了几十倍。他那憋闷的心情随着开阔的视线顿时舒畅起来。只是那白色的幻虚神火却有些游离不定，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拉扯着神火所散发出来的火光。但在罕见的奇石，也不可能将大咒神物神火所散发出的光线和炙热给彻底的吞噬殆尽吧。萧炎手中的白色火焰虽然有些飘渺，不过很快便是稳定了下来。如我所料，此刻萧炎的心情好极了，眉角自潮般的扬了起来。原来从一踏入祖龙墓的第2层，我就被自己给误导了，一直以为祖龙墓只针对灵魂和心性，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其上面，居然忘记了与自己的主修之物神火。萧炎嘴里感到一阵微苦，若不是刚刚冯老出手的话，这种不应该发生的疏忽差点就让自己命丧于此了。然后终于是调整好了心态，抬起头朝他一直未曾看清的黑暗深处展望过去。祖龙墓的第2层空间也是极其之大，大到完全看不清所谓的边界。愈发觉得历代这些祖龙先祖的强大了，竟然能够建造出如此让人震惊的建筑之物。而且在无边界的黑暗空间中，空空荡荡，除了围绕着萧炎几天的黑暗，只有在黑暗中沉沉浮浮不怎么明亮的一丝丝光点。难道那些就是所谓的灵魂印记吗？萧炎发现了异样，也是眼前一亮，其目光一下子炽热了起来。很快便是感受到光点上所蕴藏的强大灵魂波动。不过吃过之前的亏，尽管这些灵魂印记近在咫尺，但却也不敢轻举妄动。萧炎微微蹙眉，
在犹豫着该怎么吸收，或者说怎么触发这道灵魂印记，才能让他对自己发起攻击。一道灵魂印记而已，总不可能还像刚刚的8道灵魂那么变态强大吧？希望不要是所谓的准神境灵魂就好。萧炎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先是让自己的主境灵魂力量守护住自己的识海，然后探出一丝灵魂力量，轻轻的触及那道暗淡的灵魂印记。那道灵魂印记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轻轻颤了一下，便再没有任何的什么动静。难道是灵魂力量强度不够高？萧炎也是无奈的扯了扯自己的嘴角，心中却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里的灵魂印记并不是随意就能触动的，不过这样倒还好一些，至少不会因为一个不小心再度激活这些飘荡在空中的强大灵魂印记。就在萧炎这样想的时候，突然他的余光一瞥间，另一个灵魂印记正朝他这般飘飞而来，直接在他的头顶上方飘过，然后静候他远去，这才加强了对眼前这道灵魂印记的灵魂力量输出。萧炎也是小心翼翼地试着将灵魂力量缓缓地加大一丝，片刻之后，这道暗淡的灵魂印记竟然有了一丝异动起来。不动则已，一动则是迅如闪电，前一刻还被萧炎的眸子警惕地盯着，下一刻就出现在了萧炎的灵魂识海之中。也不知道这道灵魂印记到底是怎么突破自己布置的重重灵魂屏障的。反应过来的萧炎全身毛孔骤然紧缩，冷汗打射后背，整个人就好像在炙热的太阳下暴晒了一样。但还好，这道灵魂印记不像是刚刚那8道灵魂印记，拥有强大的攻击性。虽然进入了萧炎的灵魂识海中，但他没有任何的动静。没想到第2层之中就有如此强大的灵魂手段，着实让的萧炎有些吃惊。这也是他首次以主境灵魂的力量，竟是没有占半点的优势。不愧是祖龙先祖的灵魂印记，真是让人防不胜防。难怪祖龙族的大神斩特别叮嘱自己，切不可一次面对多到这里的灵魂印记。同时也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只有激活1道灵魂印记的话，就不会拥有刚刚的强大攻击性。萧炎吞了吞几口唾液，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凝神内视着这道眼前的灵魂印记。见到这进入自己灵魂识海的灵魂印记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萧炎当即直接释放出一丝重灵魂力量，将灵魂印记内外都包围了起来。静静等待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萧炎也已经记不太清了，而自己的灵魂识海中的那道灵魂印记还是如此的安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道灵魂印记就打算赖在我的灵魂识海中不出去了？萧炎望着这个没准是颗定时炸弹的灵魂印记，可不想夜长梦多。但无论他怎么去试探，这个灵魂印记就是纹丝不动的静静伫立在萧炎的识海中。难道还要我给你行大礼不成？萧炎忍不住呢喃道。想到这里，看来这也是一个方法。萧炎便是打着试探的心理，恭敬道：好吧，既你是祖龙族的先祖，小辈无意冒犯，给您行一礼。旋即便是对着自己识海中的这道灵魂印记前，缓缓的躬身一拜。这一礼，萧炎根本也就没抱什么希望。但令人惊讶的一幕却是出现了，那道灵魂印记在受了萧炎的一拜之后，居然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哇靠，这样也行？那灵魂印记的光亮还在不断的闪烁，但萧炎的眼睛却瞪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幕竟是真的。或许在这祖龙墓的第2层中的灵魂印记，应该怕是祖龙族各个时期的祖龙先祖所留。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其灵魂依旧有着神性的表现。神之性格如何，那么其灵魂也是如何。莫非一些灵魂印记，首先要投这些灵魂印记的喜好，才有机会将其激活？萧炎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萧炎果然是极其聪慧之人，瞬间就想明白了这些，眼神也逐渐的变得明亮起来，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对其灵魂印记的机缘。在激活了这道灵魂印记后，其上的光芒闪烁，化为一道朦胧的人影。人影虽虚幻如影，看似随时都会散去，但举手投足间那弥漫的期待波动，却依然让萧炎无比的心惊胆战。自己是什么人，萧炎可是清清楚楚。虽然是第3序列神的修为，可是对战一些第1序列神的神奇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可现在这道灵魂印记竟是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散发，着实让萧炎非常的感到惊讶。想必至少也是一名5重天位神，果然强悍如斯。历经了无数年后，就连一道残魂都还如此的厉害。而这道人影浮现之后，则是大笑一声，笑声在萧炎的识海中荡起一片涟漪的波动。老夫虽为5重天位神，但在我超级神奇如云的祖龙族，却还是上不了台面。什么？5重天位神竟然还上不了台面？这直接让的萧炎傻眼。尽管那一场天古神劫前祖龙族之中拥有诸多的超级神奇，可是连一名5重天位神都上不了当时台面的话，那么当年的祖龙族也未免太强大了一些吧。在这强烈的震撼之下，萧炎一时间居然就那么呆呆的保持着。要知道，如今5重天位神在任何一方势力中都能够成为一方超神势力，而比起天古浩劫前的祖龙族，怕是如今的那些有5重天位神坐镇的超神势力都无法入眼。按照目前3大超级神兽势力的底蕴来看，最强的也就4重天位神。相比之下，现在的祖龙族怕是在全盛时期的祖龙族不及一半。那道人影微微点头，然后慢悠悠的道：当年万兽神界乃是极其强大的存在，我们祖龙族更是强者济济，不乏有着诸多的高阶天位神。只不过随着那一场的天古浩劫降临之后，整个万兽神界竟是节节溃败，
以至于我们当年陨落了族中诸多高阶天位神，曾经的辉煌也是没落于此。话落后，那道人影的记忆仿佛追溯到了那个时期的画面，久久不语。萧炎的内心也是猛地一个炸裂震惊。那一场天古浩劫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就连祖龙族中的高阶天位神都对其毫无办法？依旧是陨落在那一场浩劫之中。对于这一场浩劫，萧炎也是感到好奇。虽然他不是生于那个时期生灵，可是听这些祖龙先祖讲起来，似乎那一场天古浩劫所波及的范围极其的广阔，似乎不仅仅是整个万兽神界被波及。虽然心里这般想着，可是萧炎也并未去打听天古浩劫的事情。如今自己的实力比起天位神，实在还是太弱小了。就算知道了又如何？依旧是不能改变结局。但这话萧炎并没有说出来，目光在看向自己灵魂识海中，那道灵魂人影则是仰望着远方。这画面凝固般的不再有任何的变化。见这道灵魂人影仰首站很久，萧炎也跟着一阵脚酸背痛的，就连脖子都快抽筋了，忍不住在心中抱怨道：不知是不是萧炎的抱怨引起了人影的反应，还是人影觉得萧炎的诚意已然足够。灵魂人影忧叹了一声，终于收回那瞭望的目光，落在萧炎身上，赞赏之色变得更浓。没想到一位人族的人类成神，竟然来到了我族的祖龙墓之中。不过想要得到机缘，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哦。灵魂人影突然对着萧炎说道，然后接着说：我的灵魂修为已达主境灵魂巅峰，除非你能接住我3招，我便将我的灵魂本源给你。如果接不住我的3招，那么你也就会永远的留在这里。你敢挑战吗？萧炎闻言，其眼眸中有着白色火芒掠过，嘴角浮现出一抹幅度，认真的道：前辈，我来此处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机缘，让自己的灵魂修为能够提高，放马过来吧。好，虽然你是人族之人，但是你却让我非常的欣赏。只要你能够接住老夫3招，那么老夫就将那余留不多的灵魂本源传于你。说完，这道灵魂人影深深地望了一眼萧炎，身影开始淡淡的虚幻，一道无形的可怕灵魂力量如涟漪一般开始在萧炎的灵魂识海中彻底的爆发而开。瞬间，萧炎就感到自己的灵魂识海疼痛欲裂，同时也将自己的主境后期灵魂力量尽数爆发与之抵抗。而在这2道灵魂力量的对碰下，明显萧炎的灵魂力量受到了压制，仅仅只是一个小境界之差，竟然相差那么大。萧炎心中暗自的低沉道：没想到主境巅峰灵魂这么厉害，小辈不错，竟然能够面前抵挡住我的第1道攻击。不过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灵魂人影的话音落下之际，自萧炎的脑海中一道可怕的力量不断的汇聚而来，再度朝着萧炎的后背攻击而去。面对着2道可怕的灵魂攻击，萧炎的眉头紧皱，单单1道灵魂攻击就有些抵挡不住，更何况是2道强大的攻势。眼见另一道朝着自己攻来，萧炎也没有时间思考太多，直接将自己的地炎之火召唤而出。可怕的火浪直接弥漫整个识海，绚丽的火焰熊熊燃烧，直接将那灵魂的攻势吞噬而尽。就算对方的灵魂力量再强大，也会被地炎彻底焚烧殆尽吧。见到萧炎竟是施展出了可怕的火焰之后，那道灵魂人影也是一颤，因为就算是他也感受到了地炎之火的可怕毁灭力量。这小辈竟然还身负这强大的火焰，当真不简单。不过虽然你抵御住了我的2招攻势，那么你又如何抵挡住我的第3招攻势呢？面前2招其实还只是灵魂人影的试探，而真正的强大招式就是这第3招。能够进入祖龙墓，他自然知晓萧炎的不凡，所以他也留了一个心眼，直接利用前面的2招逼出了萧炎的真正底牌。灵魂人影认为这应该就是萧炎的极限了，能够以灵魂力量和火焰力量抵挡住自己的2大招式，他就不相信还藏着什么底牌，并且自己的这第3招乃是倾尽自身所有的灵魂力量所施展的可怕攻击，就算是主境巅峰灵魂力量，怕都是不敢硬碰硬。磅礴的灵魂力量再度凝聚而来，竟是形成了实质般的尖锐之物，直接是对准了萧炎的头部，再度攻击而去。如果这一击萧炎没有抵御住的话，恐怕不死也得重伤，必定能够冲垮萧炎的灵魂识海，怕是日后无法在灵魂修为上有精进的可能。一道前所未有的危机竟是出现在萧炎的身上，而且这种危机还是灵魂上的危机。除了第1等级世界，放眼整个第2等级或者是第3等级世界之中，恐怕无人的灵魂力量比萧炎强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和萧炎一样2者兼修，要么就是神力修为强大，要么就是灵魂修为强大，只能选择其一专攻修炼。而萧炎不同，以他的惊人天赋，不仅可以在神力可修炼，又可以在灵魂上修炼，这就是极其罕见的绝世奇才了。尽管是在第1等级世界中，也同样有人无法达到这等程度，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有如此诸多的第1序列神都很难踏入天位神的领域，甚至一生都夭折于此。毕竟想要突破天位神，就需要达到神境灵魂才有那样的资格，不然无论如何修炼神力，都无缘在更高神境领域的精进了。面对3面夹击的强大灵魂攻击，萧炎的面色依旧是极为的冷静，并没有让自己破防。萧炎能有如今的成就，可不是单单靠着自身的天赋，还有自己那勇者无畏、生死边缘走出来的强大意志。所以面对如此无懈可击的攻势下，依旧保持着一颗冷静的心，怕是很多第1序列神都无法做到的。
这小辈是怎么回事？为何面对我如此强大的攻势，竟都是没有一点慌张？这究竟是他放弃了抵抗，还是说……还没等灵魂人影彻底的想清楚时，萧炎微微抬头，他那双眼眸之中竟是有着白色的年轮荡漾而出。一时间，距离萧炎不到10米距离，由强大的灵魂力量所凝聚出来的尖锐之物，竟是停滞在了半空，仿佛被神秘可怕的力量抵挡住了一般。这一幕也让那道灵魂人影的瞳孔微微一缩，脸上瞬间被震撼之色所代替，因为此刻萧炎的周身竟是有着除了绚丽的火焰之外，还有着白色的火焰正在弥漫而出，化为一道白色火龙，直接将那尖锐之物包裹而尽。随着这道白色火龙出现，这片灵魂石海之中的温度也是急速的提升起来。这是什么火焰？那道灵魂人影直接是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白色火龙所散发出来的毁灭力量。这一刻，就算是他的主境巅峰灵魂的攻势，也在他那无比惊骇的目光中渐渐地溃败而去，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抵抗。这简直就是摧枯拉朽。